今天来做抹茶控制爱的镜面抹茶马德莲，这外面蛮贵。那你要烤马德莲蛋糕呢，会需要模具，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选择模具上呢会注意哪些事情。马德莲模具呢有2种，第一个是这种经典的造型，扇形的。那它的设计呢，就是边边浅，然后中间深，因为这样烤出来呢，马德莲就会有凸肚级的效果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这种。它也是贝壳造型，不过它比较大颗，所以它叫胖贝马德莲。那我自己在选择的时候，我会喜欢选金属不粘材质，因为市面上呢也有细胶的马德莲膜。不过马德莲它的特色就是当天烤完呢，它有点边边酥酥脆脆，中间很湿润，这个是金属比较可以做到，细胶呢比较做不到。那另外一个我在选择模具上呢，我会仔细观察它的那个贝壳纹路的深度，因为它越深呢，你烤出来的纹路就会越立体，那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漂亮啦。所以这几个选择模具上的重点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今天这个食谱2种模具都可以适用。不过呢，胖贝马德莲可以看到它容积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它的烤温不变，但是烤的时间要拉长一点。那如果你手边有的是扇形的这种话，就是烤温时间缩短，那它做法是完全一样的。新手的话，我都会推荐做马德莲，它专门给你长信心的。如果呢，你曾经因为甜点做失败，自信心有点低落的话，今天照着食谱做出来呢，就跟资深甜点师傅一样，好吃又漂亮，马上忘却伤痛，自信心爆棚哦！有说服你了吗？第一步，全蛋加入砂糖，打发成泡沫状。经过稍微打发的全蛋，马德莲的口感会更轻盈湿润。加入蜂蜜，甜味会更有层次。粉类有抹茶粉、面粉、泡打粉一起过筛。再加入面糊内，开低速搅拌均匀。这里呢，我用搅拌机比较省力，当然也可以不用机器，直接用手搅拌。再加入杏仁粉，搅拌到看不见颗粒就好，不用过度搅拌哦。用杏仁粉取代部分的面粉，会让马德莲吃起来更香。哎，面糊的颜色是不是好美？奶油的话，加热到大概60度。要怎么样知道奶油呢是60度了？其实加热到它会冒烟就差不多，分次加入。最后呢，加点牛奶，因为抹茶粉呢比较吸水。轻松的5分钟完成马德莲面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重点来了，面糊呢一定要在冰箱冷静一下，最少1个小时，最好呢是隔夜。冰完了，来到模具准备步骤。我是呢喷烤盘油，模具本身是不粘材质，喷油只是多一层保护。最后翻车事故现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模具准备的实验心得，要看到最后哦。装入挤花袋内，这样挤出来呢，每一格的面糊量会更平均，也不会弄得手到处都是。马德莲等等在烤箱会长很高，所以面糊量大概8分满就够了。烤箱呢预热220度，进烤箱后降温到210度烤9分钟。看到马德莲中心啊有微微的凸起，再降温到170度烤7到8分钟，中途都不用开烤箱门哦。然后因为每个人家里的烤箱不一样，时间呢仅供参考，要如何判断它是否可以出炉？只要用手轻碰它的表面，会回弹就可以了。好像富士山呢。今天这种中途降温的烤法啊，我主要是为了保存抹茶的鲜绿色，因为温度太高的话，它整颗都会变成咖啡色的。以外观来说，烤成功的马德莲都会有凸肚级，像现在看到的这样。我习惯呢，让它在模具稍微冷却个5分钟，再来脱模。脱模的方式别害怕，把模具整个翻过来，大部分会直接掉下来，有几颗比较顽固一点的，我用打bagel屁股的力道拍个几下，咚咚咚就会掉下来。出炉后完全放凉。
本集赞助商为 Nespresso， 这一次用到的是旗舰机 Creatista Plus。我是一个没喝咖啡就无法真正起床的人，这几年呢都在家自己泡咖啡，已经用了 Nespresso 咖啡机好几年了。喝了这么多杯，咖啡好不好喝，一喝就知道。那好喜欢这一台，外在内涵兼具，金属不锈钢机身，质感满分，预热完成只要3秒。每天最期待就是选咖啡的时间了。他们家呢有超过30几款口味，一个月呢天天不重复。我的最爱是伊索比亚，充满果香味，微酸，完全没有苦味，是一款不加牛奶单喝黑咖啡也好喝的哦，很推荐。小小一台呢，却具备19 bar 的高压萃取，才能有这么丰厚的咖啡 crema。机器内建有8种食谱，刚刚是黑咖啡，现在来泡 cappuccino。除了咖啡的容量可以选，居然连牛奶温度跟奶泡质地也都可以客制化调整，旗舰机果然很强。然后这一台自备黑科技，对付我这种打奶泡的新手，全自动奶泡系统，只要会把牛奶杯放正，一切交给他。打出来的奶泡呢，是我在家喝过最细致的。奶泡呢打得好，你会看到表面有一层光泽，牛奶的甜味呢会被完全释放出来。简单来说，无论是咖啡还是奶泡，都是一键式操作。早上刚睡醒，脑袋还没开机，没关系，只要会开机，就有好咖啡。这杯卡布奇诺很有水准哦。有时候想喝冰咖啡，它也可以做到。杯子内放入冰块，冲入咖啡，再倒入冰牛奶，清爽消暑的美式冰拿铁完成。最后分享一款特别的咖啡食谱——上海咖啡遇见茶。用绿茶叶或是茶包，使用上海咖啡胶囊，选择焦糖玛奇朵的模式萃取咖啡，用热咖啡同时冲绿茶，很厉害吧？浸泡约1分钟，再取出泡茶器，最后倒入奶泡。还不错绿茶跟咖啡意外的合拍，喝完呢还会有点微微的回甘哦。那每次使用完的胶囊不要乱丢。Nespresso 呢有完整的在地回收政策，100%都会回收再利用。只要放进呢它专属的回收袋，丢进邮箱 ，Nespresso 连邮资都会帮我出哦。最后是好康分享，今年的双11优惠 ，Nespresso 全机型3300块起，再送品牌杯组。巧手们记得去下方领取专属优惠码，可以获得咖啡抵用金200元哦。来做抹茶巧克力壳，就是它的镜面，在锅子内倒点水，白巧克力呢放在盆子内，以隔水加热的方式融化。白巧克力最怕温度太高，所以呢，我看到超过1半以上已经融化的时候，我就会关火，用余温把剩下的巧克力完全融化。有温度计的话，可以测量一下，加热到46到48度的时候，就赶快离火了。倒入抹茶粉，拌匀。那白巧克力呢，每个牌子的温度可能会稍微不一样。那我看这个牌子呢，它建议是冷却到33到35度的时候再来灌模。马德莲模具洗干净、擦干，放在秤上面。每一格呢挤入的巧克力是20克，因为不希望它巧克力壳太厚，这样吃起来呢味道太甜。拿着马德莲压入巧克力内，四面都把它转一转，然后你会看到边边呢都有溢出来，然后巧克力会整个裹到蛋糕的各个角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赶快进冷冻，1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准备好来脱模了吗？等等，这是错误示范，千万不要用刀或者是脱模刀去铲蛋糕，容易刮伤模具，蛋糕呢也脱不下来。正确示范是这样，铺张布一样呢，把模具翻面，让地心引力发挥它的魔法，蛋糕呢会自然完美脱模。
很简单，但是光泽超美的。加上镜面也一样是室温甜点哦，放在室温不会融化。如果你不希望它留下指印的话，最好是戴无粉的手套，维持镜面的完美。不论有没有镜面都很美啦。试吃时间，镜面抹茶巧克力会先吃到脆脆的巧克力壳，啪嚓一声破裂，在嘴巴慢慢融化。接着呢，享受马德莲湿润的蛋糕体，抹茶味刚刚好，配上一杯卡布奇诺。欢迎来到本次的翻车事故现场。我的各种翻车是为了你的成功铺路。这一栏呢，充满了我很多辛酸，来跟你分享马德莲模具的准备工作。因为你应该会查到很多种不同做法。那我自己实验呢，就是抹奶油、喷了烤盘油，以及喷完油之后要不要撒粉。那首先我先讲抹奶油，我觉得是最不好的，因为奶油啊，它里面有水分，然后烤的时候会蒸发，然后会在你的马德莲表面留上坑坑巴巴的痕迹，然后也不是很漂亮。那反而烤盘油比较不会，因为它熔点比较高。那再来呢，我实验了喷完油之后要不要撒粉，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比较图，这个是有撒粉的，这个是没撒粉。那你可以看到有撒粉的，有时候面粉反而会在粘着在它的表面，就看起来有点白白的，然后脱模也没有比较方便。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最简单，喷完烤盘油之后直接挤，这样烤出来的马德莲表面是很光滑的。再来我遇到困难啊，就是做那个镜面，就巧克力壳的部分。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原来马德莲脱模呢是要把它倒扣。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用刀子这样搓搓搓把它翘起来，就我都翘不起来。那所以我就很紧张了，说那我换个做法好了。所以我想到变通的做法，就是我拿牙签啊插着那个马德莲，然后把它浸入在巧克力里面，然后让它自然凝固，这样子也是可以做。可是你可以看到做出来的这个壳呢，就很没光泽，然后看起来立体感也不够。所以我发现就是一定呢要让它粘附巧克力之后，在模具里面凝固，然后脱模，才可以有这种漂亮的光泽。这两个差别很大。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巧克力壳的配方，因为今天的配方很直觉嘛，就是白巧克力加抹茶粉。但其实呢，我也是实验了一大圈之后，最后才找到这个简单又好做的配方。在一些食谱上有看到说他们会加入一些食用油，说是可以增进就是光泽度。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怕白巧克力太甜，所以我有做了实验。那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呢，就是在白巧克力里面加入10% 的葡萄籽油。我观察下来呢，发现它其实好像没有帮助它光泽度，反而会让它有点雾雾的，所以我就决定说那就不要把它省略。变通的做法呢，就是我增加了抹茶粉，用抹茶粉的苦呢来平衡白巧克力的甜度。做好的马德莲如何保存？我会放真空保鲜盒。那室温下呢约3天，冷藏可以更久，约1周。冰过的马德莲建议呢微波个10秒，会恢复它湿润的口感。有巧克力壳的话不能微波，要乖乖放在室温一阵子，等它自然回温后再吃。以上是本次抹茶马德莲手把手教学，希望呢透过我的分享，让巧手不论有没有基础，只要有心，都可以在家出炉大师级的马德莲。我是在烘焙路上陪你一起前进的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